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种豆主。今天我们用秋葵做一道美食。秋葵是很有营养的一种蔬菜，其含有铁、钙、糖类等多种营养成分。另外，它含有果胶，具有帮助消化的功效。我们怎样去挑选秋葵呢？用手轻轻的捏一下，不发硬，有硬度为好。如果捏下去比较硬的，那就是太老了。首先，我们准备适量的秋葵放进盘里。这时候加2大勺的精盐，还有适量的清水进去，然后我们用手将它搓洗几遍。这一步的目的是为了去除秋葵的部分绒毛。在清洗的时候，如果有过敏体质的同学，一定要戴上手套操作，否则接触了之后容易造成发痒。接下来我们起锅烧水。水开之后，把秋葵放下来，然后再来一点食用油。食用油的目的可以使得蔬菜在焯水后更加的翠绿。因为这个秋葵它是浮面的，所以我们在焯水的时候不停的给它搅拌一下，这样的目的可以使得它每一个部位都可以受热均匀。秋葵焯水的目的是为了去除秋葵里面的草酸，同样还可以大大的缩短烹饪所需的时间，从而使得秋葵里面的营养不会流失的太多。把秋葵焯水断生之后，将其捞出，这过程大概是水开之后再煮1分钟，然后把秋葵放到凉水中快速的降温。这一步的目的是为了使其保持翠绿色。把秋葵头凉了之后，把较老的头部切掉，然后把它改刀切成薄片。教做菜我是认真的，如果教做菜不讲究细节的话，那全都是耍流氓。这个视频虽然有一点点长，但是都是非常实用的干货，喜欢的可以关注一下，不然下次就找不到我了。把秋葵切好之后，先装起来备用。这个时候我们再准备适量的洋葱，加洋葱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成菜的清甜味，从而提升菜品的口感。要是不爱吃洋葱的话，可以不放。把洋葱切成碎末之后，盛起备用。这时候我们准备青红辣椒2个，然后把头去掉，然后再把它顶刀切成薄片。教做菜已经2年了，主页更新了300多道美食，您学会哪道了呢？接下来准备料头，适量的蒜米。最后切上少许的葱花和蒜米放在一起，就这样，所有的主配料已经准备完毕。这个时候我们准备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碗，然后把我们家大公鸡刚刚下的4个蛋都给它打进来，用筷子同一方向的把蛋液搅拌均匀，给它充分的打散。我们取一个大碗，把洋葱还有秋葵放进来，然后加适量的精盐进来，增加它的底味。接着把鸡蛋液给倒进来，然后用筷子给它翻拌均匀，把它的调味料给它充分的拌匀。接下来我们开始烹饪，然后再放一丢丢的油，轻轻的晃动锅身，让油走遍锅底。把油烧热之后，把鸡蛋液给它倒进来。把鸡蛋下锅之后，我们用铲子将它迅速的摊开，摊平，把它摊成圆形的饼状。等到底下的蛋液开始凝固了，我们轻轻的晃动锅身，让它每一个部位都可以受热均匀。因为这个火比较中心，我们把边沿给它烧一下，一定要注意这一过程我们要全程的使用中小火，小火煎到底下金黄色，然后给它翻面。不好意思，这一次翻车了，因为这个饼摊得太大了。不过没关系的，我们用铲子给它压一下，因为有一些蛋液还没有凝固的，所以我们在压的时候它就会起到一个粘合的一个作用。
翻面了之后，底下这一面我们要用一点点的油润一下，继续的用中小火给它去煎制。大家看一下，我又来翻面了，这一次就没有翻车了。大家看一下，虽然经历了第一次的失败之后，它最终还是保持着一个圆形的饼状。把它小火煎至两面金黄色，然后把它盛出，把它放在案板上，然后用刀把它切成小块。哇，真的是非常的香！切好之后，把它装入盘中，真的是太香了，我都已经流口水了。刚刚偷吃了一块。接下来我们重新起锅下油，然后把葱蒜给它放进来，用小火把这个料头煸炒出香味。这个时候把我们切好的青红辣椒放进来，开中火把它慢慢的煸炒，把辣椒的一个香味给它煸炒出来。接下来把煎好的秋葵鸡蛋把它倒进来，我们再简单的给它调一个味，加少许的精盐，再沿着锅边来上些许的生抽，还有少许的白糖提鲜，最后给它开大火进行翻炒，把调味料给它翻炒均匀。哇塞，真的是太有食欲了！把它大火翻炒出锅气之后，就可以给它出锅，然后装盘盛菜。就这样，我们的秋葵炒鸡蛋就制作完成了。秋葵这样做营养非常的丰富，看了这个颜色就能多吃2大碗米饭。做法其实也是非常的简单，看过我这个视频的据说都已经学会了。喜欢这道菜的可以收藏起来，下次一定要试做一下。好了，现在就由我替大家尝试一下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可以双击评论、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